263年，在洛阳城的马氏刑场，嵇康即将被行刑。此前，3000太学生联名上书，请求以嵇康为师，想要借此恳求朝廷，或者说恳求司马昭留下嵇康的性命。司马昭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。我司马氏想要杀嵇康，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在春节的前夕我去了一趟国家博物馆，去寻找一件有关魏晋封国的文物。嘘，保持安静。尽管国博十分的豪气，走2步就能看见一件稀世珍品，例如秦始皇狼牙石刻、错金银锡尊、汉代金缕玉衣、四羊方墩等等。但是我们今天想找的这个文物，在国博里面却只有一张拓印，它就是竹林七贤羽绒起漆砖画。原物呢，收藏在南京博物院。这幅砖画的创作年代应当是在南朝前期，距离嵇康等人生活的年代大约过去了160年。160年前，被两晋所称赞的竹林七贤，在南朝时代仍然是精神楷模，堪称6朝模范。从三国两晋到南北对峙，再到隋唐混一，400年大乱世流遍了胶原血。处在纷争不息、动荡不安的社会之中的士人阶层，由于对现实世界感到无尽的绝望，不得不寻求各种各样的精神寄托。这也是为何竹林七贤的形象在100多年后的南朝依然被人们所追捧，以至于受追捧到要带到地下常伴往生。那么竹林七贤到底魅力何在呢？嗑药、裸奔、醉酒、清谈是魏晋封国的本质吗？6朝多名士板荡出风流。在剧烈变革的时代当中，以嵇康为代表的一批人，比如竹林七贤等人被鲁迅先生誉为魏晋风度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鲁迅先生战斗了一辈子，以一支笔撑起了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社会下的脊梁。如果仅仅是因为竹林七贤等人消极避世、放荡不羁，我想是不足以被他夸赞为风骨的。那鲁迅先生夸赞的是什么呢？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40年前。当年曹魏代汉，不顺从曹操的人也有很多，有的人投奔袁绍，有的人投靠刘表，有的人奋起反击，有的人自立门户，有的人暗中保护皇帝，有的人找准机会发动政变。这些人都是与曹操决裂的人，但是就在曹操身边也有不配合的人，例如让梨狂人孔融，既在内部身居高位，又有盛名享誉于外，还天天嘚啵恩老曹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不是只是嘴臭骂人，不只是口头上说说，他是真的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把曹老板弄死弄残。我们来举几例。孔融先是抨击曹家的作风有问题，借着曹丕强行霸占了袁绍的儿媳妇甄氏的机会，杜撰了一个妲己刺周公的典故，甩到曹操脸上。曹操较真儿，问他这典故是出自哪里。孔融倒也不装，直接说，我就是想喷你，这个故事是想当然的。然后作为经学大家，孔融借古志宣称京师周围1000里内不能封侯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曹老板如果想要按照封侯封王称公称帝这个步骤来，那么按照古志，洛阳周围1000里之内你都没有机会了，你还是去海参崴封侯吧。再然后，孔融还利用自己在舆论领域的巨大影响力，私下联合一些对曹操行为不满的人，密谋着什么，甚至到了能够阻碍曹老板上位大业的程度。最后，孔融似乎还勾结了国外敌对势力，意图内外联动夹击老曹。在《三国志·崔琰传》里面，阴搓搓地提到了孔融跟孙权一次活动，并且是在关键的建安13年。那年，曹操废了三公，自任了已经消失了快200年的丞相。那年，雄心勃勃的曹操在赤壁遭遇重大失败。同样在那年，跟孙权有过接触的孔融被杀了。孔融是孔子的后人怎么了？少年成名怎么了？享誉海外又怎么了？说到底，汉魏善代之际不配合那就别发生，又不配合又乱发表意见，那就只能被杀掉。随后曹操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，在建安13年孔融被杀之后，建安16年楼归被杀，建安17年荀彧被引诛，建安21年尚书令崔琰被赐死，同年毛阶同情崔琰被曹操下狱，放出之后随即去世。最后建安19年汉献帝的伏皇后被曹操幽闭而死。再列举一个平行的例子，当年弘农杨氏也是东汉的顶级世家，杨震、杨炳、杨赐、杨彪都曾经位列三公之位，比起在河北呼风唤雨的袁绍并不差。弘农杨氏的杨修
又怎么样呢？凭借着天资聪颖、放浪形骸，又是在老曹军营里边耍小聪明，说什么鸡肋，又是跟曹植一起酒驾闯进宫司马门，又是揶揄嘲讽任城王曹彰。放浪形骸不是犯错之后的挡箭牌。当曹老板发现杨修站队曹植，插手下一代接班人的安排之后，几乎是丝毫没有犹豫，举手便杀。甚至杀了人之后，曹老板还做出一副姿态，给杨修的父亲杨彪去了一封信。曹操妻子卞夫人给杨修母亲袁氏去了一封信。在信里，曹操是一个巴掌一个甜枣，先说杨修确实该死，然后在信里举了密密麻麻的礼物清单，以示补偿。杨彪怎么回复的？只能是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。一方面承认儿子确实该死，杨修该杀，另一方面表示礼物我就不要了，越看越难过。杨修的死，一部分原因是死于政治斗争的失败，而嵇康的死却仅仅是因为不配合司马代曹。在曹操时代，不配合就走得远远的，曹操倒也不会拿你怎么样。但是在司马昭时代，不配合、不鼓掌、不拥戴，本身就是罪过，就该杀掉。嵇康有很多故事，比如说他长得非常帅，身高8尺，面如冠玉，但是呢，他又非常的邋遢，经常很久不洗脸不洗头。比如山涛先生，作为竹林七贤里面的长者，升官了，要从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郎中，留下的这个位置，山涛向朝廷举荐嵇康自代，结果嵇康写了一封公开信，说自己是个废物，当不了官，并公然与山涛绝交。再比如作为出身名门年轻的干部，未来帝国重臣，聂署总指挥的钟会先生写了一篇论文，想要嵇康评审一下，竟然会感到不好意思，于是呢，把论文扔到嵇康窗户里就跑了。再比如嵇康的爱好是打铁，打得还相当不错。当钟会先生终于放下了羞涩，亲自去拜访嵇康的时候，嵇康就只顾着打铁，叮叮当当，完全不理会钟会。这钟会等了半天，嵇康都没说话，他是有一点生气，也有一点难过。等到钟会想走的时候，嵇康才开枪问钟会：何所闻而来，何所见而去？钟会的回答也颇有玄理，说：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嵇康和钟会的这段对话呀，还真的很有中国本土佛学流派禅宗的影子。尽管这个时候禅宗还没有成型吧，简直是妙啊！不仅如此，他们竹林七贤里的小伙伴每个都充满了故事。第3期里面我们说过，司马氏的好朋友阮籍曾经连罪60日，为啥呢？因为司马昭想要跟阮籍联姻，阮籍想拒绝又不敢明说，于是呢，只要有提亲的官员上门，他就拼命喝酒，一连喝了60天。各级官员把阮籍的情况汇报上来之后，司马昭也是服了气了，无奈地说：算了吧，这个醉鬼由他去吧。